说起孙权，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可是三国时期大名鼎鼎的人物，吴国的皇帝。不过，说起孙权的墓在哪里，能够说上来的人可能真的不多。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孙权及其家族墓葬的谜团一直萦绕在考古学界和大众的心头。2005年12月，南京市一座超大型砖石墓葬的偶然发现，引发人们对孙权家族墓的强烈关注。墓葬中奢华而丰富的陪葬品以及精妙的墓室结构，均彰显出他的帝王级身份。这些奢侈的陪葬品在那个崇尚节俭的东吴葬俗中显得格格不入，但也恰恰成了专家们推断墓主人的重要依据。随着发掘深入，这座埋葬着一男两女的超豪华东吴大墓，墓主人身份越发扑朔迷离，他究竟是不是孙权的墓葬呢？本期视频眼见古今，走进六朝古都南京，一起探寻上方镇东吴大墓之谜。事情还要从2005年12月22日说起。南京市江宁区上方镇中下村，一条道路正在施工建设中。这时，工人发现铲车铲出土堆中竟然出现许多青砖，大家赶忙查看，发现青砖下面竟然还有一个洞，洞里面全是积水和淤泥，看上去空间不小，而洞口周围也整整齐齐地砌着青砖。有人当即怀疑可能是挖到古墓了。施工单位随即向文管部门汇报，江宁区博物馆的专家接到消息，立即前往工地查看。专家赶到时，工人们还在施工，有几十号人围着墓坑，想知道个究竟。而考古工作人员随即接管现场，开始勘察工作。这一勘察不要紧，专家发现洞穴下面果然是个古墓，而且应该是个大墓。何出此言呢？原来墓葬的分层很多，从形式来看，建造复杂，不是普通的墓。现场的青砖一看也是古砖，因为肉眼无法判断出所属年代，就送去专业机构检查了。上方镇这个地方，因古代帝王曾在此设五方，即天地而得名，即是如此，一座超大型的古墓。为何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呢？考古专家和工作人员随即向周边的村民做起了调查，这也是考古发掘工作中惯有的工作。村民们告诉工作人员，发现古墓这一块地方被叫做孙家坟，以前是一个大坟岗。孙家坟的孙姓出现，立刻引起了考古专家的注意。要知道，孙姓可是三国时期吴国皇帝的姓氏，而南疆在历史上也曾是吴国的政治中心。考古专家仔细查看墓葬周遭环境，发现这村民口中的孙家坟前对着青龙山，背靠着黄龙山，两山环抱，风水极佳，应该十分符合有一定身份的古代人选取墓葬地址的需要。而就在此时，青砖年代的检测也出来了，大致断代为六朝到西晋。虽然墓葬年代的断代时间看起来似乎跨度有点长，不过考古专家清楚，青砖用于这些年代的墓穴在江浙一带的确比较常见。随后考古队正式入驻，一场抢救性发掘正式拉开帷幕。而这时考古队才发现，墓葬的大部分封土在挖掘前就已经遭到了施工破坏，而施工队的铲车还铲到了一块墓室的覆顶石。眼前的覆顶石顶部上面立着的神兽虽然已经被毁，但它的前须、爪、尾还留有残余的刻纹，这些精美典雅的纹饰，只要看上一眼，立即就能知道墓葬主人绝非寻常人家。而对覆顶石的年代分析，使得墓葬时间的断代缩减到六朝时期。六朝分别是指中国历史上的东吴、东晋、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和南朝陈时期，起点时间为229年，截止时间为589年。其中的东吴，还有人们习惯说的孙吴，就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别称，而南京一直是六朝的都城，所以又被叫做六朝古都。对考古专家而言，由于调查发现该地又被叫孙家坟，直觉让考古专家感到墓葬说不定和东吴的权氏家族、孙氏家族有一定的关联。
只不过现在这一切只能是感觉，要证实这种感觉，必须要有出土的实证。眼前的墓葬随着发掘的进展，已经开始展现出它的真容。墓葬为土坑数学砖石墓，长约20米，宽约11米，有封门墙、石门、甬道、前室、过道、后室组成。前后室的两侧有耳室，是对称的。后室的后壁底部还有2个壁龛。墓道的长度约10米，墓道底部向前1米处是一堵封门墙，用青砖砌筑道顶，有大概4米高。石门设在甬道口，东侧有石柱、门槛，门没留，其余的都被损毁了。越往下挖，大家越觉得这个墓葬了不得。虽然从6朝时期的墓葬也出土了不少，包括西晋初期的一些贵族墓，但这个墓的建造显然更为精美和恢宏，结构也更为复杂。很快就有随葬品陆续出土，青瓷马、双细罐、4细罐子、双领罐，这些文物看上去十分精美，进一步印证了大家对墓主人的身份高贵的想象。而这些器物的断代结果也在缩小着，墓葬本身断代范围越来越接近锁定专家心中预期过的三国东吴时期了。只是在这时，又有新的疑问在专家心头涌现出来：三国时期的吴国崇尚的是薄葬，为什么这个墓葬建造得如此宏大繁复，完全不是薄葬的感觉呢？而且陆续出土的文物众多且十分精美，这墓葬的主人究竟会是谁呢？挖到墓葬前室时，考古工作人员又有重大发现。前室的平面接近一个正方形，长宽大概都在 4.5 米左右，是采用的4隅劝进式穹隆顶，有5米高。这种建造结构是由建筑的4个角落逐步向上砌筑拱券，最终在顶部交汇形成一个类似球形的穹顶。这样建造不仅能增加屋顶的稳定性，还有承重能力，也能使墓室内部空间看起来更加宽敞明亮。前室的4个角落分别有一件牛首形的石雕，眼前的就是牛首形石雕，高约 0.3 米，它的面部平滑，轮廓线条柔和，上宽下窄，底部有象征鼻孔的半圆形小洞，侧面有嘴部线纹。面部的2只吊梢3角眼十分生动，是阴刻双线条刻的，两眼的眼距宽阔，令牛首看上去神情有几分憨憨的。不过这牛首形石雕究竟是用来干嘛的呢？这时专家们发现，其中一只石雕的壁面有烟熏过的痕迹，专家由此推测，这个超级生动的雕塑应该是墓室中用来摆放灯具的灯台。在前室的中间位置分布着2个对称的长方形耳室，连接耳室的过道也是券顶的形式，有2米长。在过道墓壁的长条青砖上，此时的考古工作人员发现印刻着放射线形的浮雕花纹，隐隐约约可以看见王华2字。虽然墓葬的形制和建筑手法在一些已经发掘的贵族墓葬中也见到过，但从细节对比下来，就会发现孙家坟这座大墓的墓葬修建得太考究和太精美了，以往发掘的那些根本和它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可以说，这座孙家坟大墓远超一般的贵族墓葬。后室的形状也是长方形，但眼尖的考古人员在后部发现了一个盗洞，虽然墓顶已经坍塌，但从墓壁的结构来看，也是采用了4隅劝进式穹隆顶的设计。整个墓室大约长6米，宽 4.5 米，残高约 4.6 米。后壁底部有2个券顶的壁龛，宽度、高度和进深都在 0.8 米左右。后室的2侧同样有2组耳室，同样是券顶，形制和前室基本一致。此时在后室里发现了3组棺木，包括6件石棺座和3副木棺，它们被整齐地摆放在前后2排。前排的保存较好，木棺的侧板、底板和盖板都是用整块木头制成的，而后排损坏相当严重，有些已经成了碎片。前排的石棺座尤其引人瞩目，非常精美，两端雕刻着虎首和前蹄。老虎的眼睛是3角形的，瞪得圆圆的，耳朵竖起，嘴巴大张，胡须和鬃毛都清晰可见，前蹄上还有花瓣形的装饰。整个雕刻线条流畅，
显得非常大气和威风。墓室的青砖建造工艺也十分讲究，砖的形状有长方形、方形、楔形、刀形等，分别用于墓底、墓壁和墓顶。砌筑方法也是多样，从专业角度讲，这些方法有3顺一钉、2顺一钉、人字形以及平砌等，很多砖上还印有花纹。而墓室的排水沟设计也十分巧妙。排水口在墓道东侧的甬道口的铺地砖下，穿过石门和封门墙，沿着斜坡墓道向南延伸326米，直接连通墓葬前方的一条古河道。排水沟越往前越深，利用地势落差排水。不仅如此，还有更巧妙的，在墓前27米是明沟，再往南则是明沟和暗沟交替铺设。这种精美的墓室形制远超已发现的东吴时期大贵族墓。考古专家既感到兴奋，又感到疑惑，因为当时的丧葬习俗是提倡薄葬的，但是这座墓的规模和形制显然像是在说，墓主身份可能高于贵族，甚至很有可能是皇帝。不过，令考古队着急的是，墓中没有发现能直接表明墓主身份信息的随葬品。一个拥有如此奢华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呢？在一个倡导葬俗从简的时代，如此奢靡，大家很自然地联想到，说不定就是东吴哪位的皇帝。东吴有哪些皇帝呢？考古专家们翻阅史料，开始做起史料排查以及核实的工作。东吴共有4位皇帝，分别是孙权、孙亮、孙休和孙皓。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孙权，他是吴国的开国皇帝。孙权生于182年，252年去世。他在229年称帝。《三国志·吴书》中说，孙权仁贤用能，挽救了江东危局，保住了父兄基业，而且是在位最久、最长寿的帝王。书中还记载了孙权去世后的埋葬的地址：夏4月，全薨，时年71，谥曰大皇帝。秋7月，葬蒋陵。这蒋陵在什么地方呢？蒋陵位于建业，也就是今天南京之东的蒋山。蒋山原名中山，后因避孙权先祖孙忠的名讳，改名为蒋山。孙权葬于蒋山后，其墓地所在的山冈历史上被称为孙林冈，也称吴王坟。而且2005年的时候，考古界正好确定了孙权的陵墓位置，所以孙家坟这座大墓是孙权墓葬的可能性被彻底排除了。那么第2位皇帝孙亮呢？孙亮是孙权的第7子，252年即位，才过了6年就被权臣孙申废为会稽王。根据《三国志·吴书》上记载，孙亮在位时大赦全国，并改元建兴，但受阻挠，最终被废。他于260年在赖乡自杀。赖乡这地方就是今天的安徽定远，离孙家坟的上方大墓可远着呢。因此吴国的第2位皇帝也被排除了。接下来第3位皇帝叫孙休，264年去世，是孙权的第6子。258年孙亮被废后即位，在位期间他颁布良制，嘉惠百姓。《三国志·吴书》记载他好文，即位后创建国学，设太学博士制度。对于他的死亡，书中记载，永安元年冬10月，王姬等以修有让国之德，尊号魏正，更上尊号曰中都侯。休居会稽永安宫，时年37。意思是说，孙休是在264年冬季10月在会稽永安宫去世的，因此孙休作为墓葬主人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孙休去世后，孙皓继位，成为吴国的第4位皇帝，也是吴国的末代皇帝。既然前面的皇帝都不是，那么墓葬有没有可能就是孙皓的呢？非常遗憾，孙皓生于242年，字元宗，是孙权的孙子，从264年即位到284年去世。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280年被西晋司马炎带人攻打南京，他出城投降，被封为归命侯。后来他死于西晋的首都洛阳。4位皇帝都被排除了。有人提出，有没有可能是孙权的父亲呢？因为从墓葬的规模来看，吴国被灭之后，孙氏不大可能，
也不应该被允许修建如此高规格的墓葬了吧？孙权的父亲名叫孙坚，是东汉末年的著名将领。《三国志·吴书》中记载，孙坚以勇猛善战著称，早年参与平定黄巾起义，后在讨伐董卓的联军中担任重要角色。孙坚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地位，为孙权后来建立东吴打下了基础。孙权称帝后，追谥孙坚为武烈皇帝，庙号十足。孙坚去世的原因，在书中有明确记载：初平2年191年，孙坚因奉袁术之命征讨荆州刺史刘表，不幸战死。具体地点是在荆州与刘表交战中，被刘表部将黄祖军所杀。孙坚的葬地的具体位置存在多种说法。《三国志·吴书》记载孙坚葬于城东，并提到冢上说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蔓延数里。这表明孙坚最初被安葬在吴郡富春，今天浙江杭州富阳区城东的祖营。此外，《三国志》还记载孙权称帝后，追谥孙坚为武烈皇帝，尊称其墓为高陵。孙权称帝后，出于政治和尊祖的需要，有可能会将孙坚的遗体迁葬至南京。东晋时期，桓温曾拜谒过孙坚的高陵，地点在南京。这位孙坚墓在南京的说法提供了间接证据。不过，即便如此，高陵的叫法显然和孙家坟的叫法是对不上的。既然吴国的4位皇帝以及皇帝的老爹都被排除了，那么墓葬的主人到底是谁呢？有没有可能是一些地位很高的皇族成员或权臣呢？专家们开始仔细梳理皇室成员。这时，墓葬中发掘出的青瓷瓶引起了一位专家的注意。这些瓷片非常碎，被修复人员在一点点地拼接。如果是盗墓贼所为，不会碎得这么细小，而且盗墓贼通常拿值钱的东西就走，不会专门来敲碎这些瓷瓶。有没有可能墓葬的主人是一个失势的皇族成员或权臣，遭到官方的刻意损坏呢？人们的目光投向一个叫孙峻的人，他是孙权的侄孙，曾是东吴权臣。孙峻年少时就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受到孙权的赏识。孙权晚年，孙峻任武卫都尉兼侍中，开始崭露头角，并在孙权临终前授遗诏辅政，封武卫将军、都乡侯。孙权去世后，诸葛恪专权，但因决策失误丧失了民心。随后，孙峻与吴主孙亮密谋，在酒宴上杀死诸葛恪，从此掌握大权。孙峻掌权后，为了巴结全公主孙鲁班，赐死废太子孙和，进一步巩固权力，但也加剧了吴国的内乱，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孙吴政权此时逐渐走向衰败。256年，孙峻在伐魏途中病逝，年仅37岁，将后事托付给堂弟孙申。孙申后来专权蛮横，孙亮亲政后，试图除掉孙申，却反遭失败，孙亮因此被废。孙休继位后，诛杀孙申，并掘开孙峻墓，没收殉葬品，重新安葬，还将孙峻、孙申从族谱中除名。孙吴政权这时彻底陷入动荡。而上方大墓出土的陪葬品众多，尸骨虽腐化，但还有骨屑碎末和牙齿存在，由此可见，残骸并没有被移动，和史料中说的孙峻墓被掘、尸体被抛的记载并不一致。如果不是孙峻，其他的皇族成员有没有可能呢？结合孙吴立都建业及西晋灭吴后的政治变化，还有墓葬的形制和出土文物的情况，大多数专家认为墓葬应为孙吴晚期。因此，大家最终将目光再次聚焦于末代皇帝孙皓统治的时期。而孙皓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暴君，曾被鲁迅称为特等的暴君。孙皓曾经分封过33位亲王，都是他的儿子。不过，从墓葬的修建情况来看，墓主应该是生前极为受宠的王子。会是谁呢？很快，专家就梳理到2位，分别是鲁王孙乾和齐王。不过，关于他们的史料记载并不多。很快，鲁王孙乾是墓葬主人的可能性被排除，因为他曾经在吴国投降时和父亲孙皓一起出城，同赴洛阳。
而齐王孙愤的可能性，专家们认为相对较大。孙皓投降后，他的儿子们也失去爵位，大多被降为郎中，而齐王很可能死于吴国还没有被灭的时候，所以墓葬的规模能够修建得如此豪华。虽然目前关于上方大墓的主人到底是谁，尚无一个确切的定论，说法和争议也在持续进行中。不过，这座墓的规格之高，墓主之尊是毋庸置疑的。此时，专家们准备仔细研究修复好的陪葬品，进行反推论证。眼前的青瓷魂瓶是上方大墓出土的重要文物之一，它造型优美，胎质细腻，釉色莹润。青瓷魂瓶通常用于盛放酒水或食物等祭祀用品，是孙吴时期贵族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之一。而这组青瓷祭乐俑是上方大墓出土文物中的精品，乐伎们分别抚琴、击鼓、吹奏，势力形象生动，栩栩如生。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年孙吴时期贵族生活的奢华与精致。整个墓葬的出土文物中，青瓷最多，有100多件，是目前南京地区6朝墓葬中出土瓷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墓葬。这些瓷器无论是青釉还是青黄釉，做工都十分精良，陈列出来完全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其次，罐、壶、盏、钵等生活用具也是一应俱全，甚至还有果盒。而其中2件乾文罐器形硕大，为同时期墓葬发现之最。这是青瓷牛车，仔细观察会发现车轮和车轴两端分别刻有日、月、和、令等字样，轮与轴成套者，刻文相符，十分精巧，一共有4套。而这些是毛笔、书刀等文房用具，刻画有致，显示出主人生前生活的高雅与尊贵。眼前的青瓷堆塑罐上方堆塑着各种人物、动物和植物，看上去栩栩如生。青瓷堆塑罐通常用于盛放食物或祭祀用品。除青瓷外，墓葬出土随葬品中还有很多金器，虽然体积不大，但涵盖了掐丝、金箔、炸珠等精巧工艺，做工都非常精美。专家推测，大的金器可能被盗墓贼盗走了。这个造型独特的直节金羽人是中国道教中的神仙形象，它背后长着羽翼，可以飞翔，手中拿着节杖，象征着为死者的灵魂超度。这些是出土的漆器，同样的精美和令人印象深刻。这件兽面纹铜镜是上方大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之一，镜身刻有十分精美的兽面纹图案。这件兽首形石灯台，观众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过，是上方大墓中是出土的高档名器之一，造型独特，兽首的形象栩栩如生。还有精美的神兽纹覆顶石、虎状石棺座，这一件件文物无不彰显着主人身份的尊贵。尽管墓葬早年曾遭盗掘，但考古发掘中仍出了土瓷、陶、铜、铁、漆木、金、银等不同质地的文物多达170件，还有600余枚铜钱，让人们看到东吴时期贵族生活的考究与奢侈。不过，细品这些精美陪葬品后，考古专家一开始心中就有的那个疑问，仿佛有了答案。墓葬的确属于东吴末代皇帝孙皓统治时期，至于具体是谁，目前无从知晓。因为在东吴时期，孙权提倡节俭，但如果墓葬真的是末代孙皓统治时期的，那就基本能说得通了。虽然他的爷爷倡导节俭，但他完全不是一位节俭的皇帝。在孙皓统治时期，一股奢靡之风在东吴盛行。作为东吴的末代皇帝，孙皓于264年继位，在位期间经历了从明君到暴君的转变，导致国家的灭亡。在位初期，孙皓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举措，如减轻赋税、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和加强军事防御等，以巩固统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变得奢侈、残暴，沉迷于女色享乐，忽视朝政，对百姓和臣子施以严酷的刑罚。孙皓本人生活奢侈，追求享乐，对珍宝和美女的追求达到了极端。不仅如此，孙皓还对亲人手足相残。这种奢靡之风可能影响了当时的贵族和权臣，
导致他们在墓葬中使用大量奢华的陪葬品。孙皓在位的时候，不仅修建了庞大的宫殿，还喜欢举办奢华的宴会。史料记载，在宝鼎2年，也就是267年，他新造昭明宫，雄极技巧，工费万倍，宫内建筑更是家饰珠玉，质以其实。正是他的暴政加上奢靡，还有军事上的失误，导致了东吴的灭亡，也使得他成了历史上的一个反面教材。事实上，孙皓执政期间的墓葬的确也较此前同等级者规模大，随葬品丰富。专家认为，上方大墓出土的文物精美程度和奢华程度，反映的正是孙皓时期东吴社会的奢靡之风。墓内所葬应有3人，其中后世中央大官内所葬可能是孙皓时期的一位宗室之王，两侧整墓小官内所葬应是他的2位王妃。而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墓葬中出土的丰富陪葬品展现出孙吴时期高超的手工业技艺，还有当时贵族生活的奢华与精致。这些实物的发现，为研究孙吴时期的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如今，上方大墓中出土的精美随葬品，大多已收藏至博物馆内。不过，人们可以去参观墓葬遗迹。墓室之中，即使没有众多文物，整个墓葬的建筑形制，墙砖上精美的钱纹、十字形纹、车轨纹、半米见方的暗青色铺地砖，也能让人一窥吴国当年富裕和强盛的王者气象。上方大墓的发现及出土文物，不仅是东吴历史的重要见证，也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它独特的建筑风格、精美的随葬品，为人们揭开了东吴历史的神秘面纱，让后人得以窥见1700年前的辉煌与繁荣，让人们感受到感叹古人智慧和技艺。至于他的墓主人具体是谁，相信随着墓葬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人们有可能在未来获得真相。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完了。如果您对上方大墓有不一样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意见。喜欢此类视频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